他在已经非常努力的去突破至4重天位神，可是还是无法真正的迈入这等强大的神境领域。他也有着一段时间去闭关冲击4重天位神，可是无论他如何努力修炼，依旧是无法突破至4重天位神，同时也非常的遗憾，未能成功突破4重天位神。看来越往后面的神境领域，越是难以突破。最后，沈大神斩的实力虽然稳固在了半步4重天位神的层次，但是比起货真价实的4重天位神来说，半步4重天位神与4重天位神之间的实力差距依旧是非常之大的。还真是令我没有想到，你穷奇族长竟然还请了这么一位神秘强者过来，其实力竟是达到了4重天位神的领域。看来今日我们之间还真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了。祖龙族的大神斩说话间，双拳也是跟着紧握起来。如今又出现来一名4重天位神，祖龙族的所有希望都赌在了这护族大阵之上。如果这道护族大阵被对方攻破，那么这一战也就此打响。由于对方有着一名4重天位神的加入，怕是对于祖龙族来说非常的不利，怕是还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因为在这里没有谁是一名4重天位神这等神奇强者的对手，这等强大的存在，在万兽神界之中，唯有神龙和圣龙这2位才可以与眼前的这位身穿红袍的神秘强者抗衡了。只是让他们非常惊讶的是，万兽神界之中什么时候出现了如此强大的神秘强者，还真是让人非常的好奇起来。想要突破4重天位神十分的困难，同时也成为了许多半步4重天位神的硬伤。整个万兽神界目前也就2位而已，不仅仅是需要足够的神怨之气，还需要自身的修为天赋，才能领悟突破更高的神境领域。祖龙族没有了祖龙，你们就是一盘散沙而已。今日我就将你们这一盘散沙给一并端了。红袍神秘强者说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表情，但是他说的话句句都是让人听了发指。你们退开，让我先来领教一下祖龙族的护族大阵究竟强大到何种地步了。红袍神秘强者运转自身的强大神力，在自己的前方竟然用神力凝聚成了一道无比尖锐的物体，同时间也爆发出了4重天位神的可怕力量。红袍神秘强者的攻势在空间中划过，直至护族大阵的屏障之上，一声巨大的能量之声彻底的爆炸开来。红袍神秘强者的力量比起之前由穷奇一族全体强者所施展的阵法之力还要强上数倍不止。这便是4重天位神的力量了，果然强大。穷奇族长面色平淡，嘴中发出喃喃声，显然也是被这位红袍神秘强者的力量所震慑。伴随着红袍神秘强者施展强大的力量之后，护族大阵之上的涟漪波动越来越强烈，竟然令得整个护族大阵都是开始发出震动。如此强大的力量攻势，让得祖龙族之人都是心惊了一下道：不会吧？难道连护族大阵都抵挡不住对方的攻势吗？几位神斩面色一变，他们感受到一股极强的力量正在不断的瓦解护族大阵上的防御之力，甚至在护族大阵上竟然出现了一丝裂纹的迹象。这一幕让得祖龙族这边的所有神兽之人惊骇起来。这怎么可能？沈大神斩则是不敢置信地望着护族大阵那处裂缝之上，惊呼道：这祖龙族的护族大阵乃是当年祖龙所遗留下来的大阵，其中的能量极其的强大，更是有着祖龙之力，所以就算是一名4重天位神的神奇强者，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能够将护族大阵击溃。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位红袍神秘强者仅仅一招就让护族大阵的防御之力出现了溃败的情况呢？这简直让人非常的吃惊。而那红袍神秘强者的神色也是诡异起来，便是对着身后的那些穷奇一族的神兽之人大喊道：你们快来帮我，我需要一些力量，就能破开这祖龙族的护族大阵了。而身后的穷奇一族之人以及实力最强的穷奇族长，下一刻便开始将神力都运转到极致，再度施展出了准大神技的那一道阵法攻势。虚空上一道可怕的光束再度对着下方的护族大阵一个攻击点上爆射而去，空间都被影响变得扭曲起来。随着准大神技的阵法之力，再加上一名4重天位神的强大力量，同时进攻同一个攻击点的区域上时，顿时一道道可怕的涟漪能量波动疯狂地冲刷着护族大阵。这一幕直接令得祖龙族这边的神兽之人都屏住了呼吸，心跳也是加快了许多。然而他们便是听到了护族大阵上有着一道清脆的咔嚓之声从上方传了出来，那是护族大阵被破开的声音。伴随着这稻穗裂声的响彻，那护族大阵也是彻底的破碎而开，最后消失在这片虚空之上。下方的祖龙族之人包括神斩们面色都是大变，他们的双手捏紧了拳头，然后在体内已经将自身的神力运转到了极致，随时就能爆发而出。因为他们知道这护族大阵被对方破开，那么迎来的就是一场激烈的大战。如果说没有这位红袍神秘强者的话，他们倒是不惧穷奇一族，可惜这名4重天位神的神秘强者在此，就算是沈大神斩都感受了一股强大的威压。今日就是你们祖龙族的灭族之日。穷奇族长见到终于破开护族大阵，这是露出非常得意的阴险笑容。伴随着祖龙族这道护族大阵的消散，上空处那些穷奇一族的大军立马爆射进萧祖龙族之中，与祖龙族之人快速的激战在了一起。顿时间有着无数道可怕的爆破声响起，双方的力量可怕到了极点。这就是神兽之间的战斗吗？
那等破坏力极其的惊人。不过祖龙族的那些核心强者也不是吃素的，面对穷奇一族的大举进攻，也没有自乱阵脚，而是爆发出自身的全力与之对抗。这等场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我还记得祖龙族的大战应该是天降火焰的那一次大战吧。红袍神秘强者看着眼前双方之间的残斗，内心则是无比的痛快。你究竟是谁？祖龙族的大神斩此刻眼神变得冷厉起来，其中伴随着极其浓烈的杀意。我是谁，你就不需要知道了。你只要知道，我是将你们祖龙族彻底消灭的人。此时面对祖龙族大神斩的质问，红袍神秘强者只是诡异一笑。虽然说祖龙族的底蕴极强大，可是这位红袍神秘强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对此有所神秘忌惮。穷奇族长同样面带阴沉的笑容，内心早已乐开了花。如果说红袍神秘强者出手对付祖龙族的大神斩，那么他便可以对战祖龙族的其他神斩。随着时间的推移，祖龙族的大神斩必定会被红袍神秘强者击败，到时候就是祖龙族的灭族之时了。到时候取代了祖龙族这等超级神兽势力的位置，他们穷奇一族也是顺利的上位，到时候就能够压制更多的神兽势力。听命于他，仅仅只是一想，穷奇族长的内心都要激动好一会儿。此时穷奇一族的神斩与祖龙族神斩都是处于势均力敌的姿态，想要击杀祖龙族的那几位神斩怕是也很困难，除非能够等到红袍强者击败了祖龙族的大神斩后，那么击杀这些神斩就很简单了，犹如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不过在灭你们祖龙族之前，我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祖龙族中如果有想要投靠我们穷奇一族的，我们就可以饶你们的性命。穷奇族长此话一出，那些激战中的祖龙族之人仿佛是当作没有听到似的。对于投靠穷奇一族的要求，他们祖龙族根本没有半点兴趣，要死也得是战死。想要祖龙族为穷奇一族卖命，怕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说穷奇一族卖命祖龙族，这还差不多。既然如此，那么你们祖龙族之人今日就全部陨落于此吧。穷奇族长率领着族长的神斩级别强者，对着祖龙族的那几位神斩暴掠而去。可怕的神力呼啸而起，整个天地皆是暗淡了下来。三招，我就能将你这位祖龙族的大神斩击败。红袍强者的冷厉目光望着沈大神斩，自信满满的道：别废话了，出手吧。今日这一战怕是无法避免，所以沈大神斩也不会与对方浪费口舌，一切都是以实力为尊，谁胜谁败，现在谁也不知道。有气魄。突然间，一股庞大无比的神力威压对着祖龙族一众人就是一个大盖帽，空间之中的气流都在红袍强者的这一招之下变得狂暴起来。不少祖龙族之人一个不小心，皆是被这股可怕的威压击伤，一口鲜血从嘴中喷出，身影倒飞了出去。这便是来自一名四重天位神所散发出来的神力威压，仅仅一息间就将数百名的祖龙族之人全部重伤。虽然说这些重伤的都是序列神，而那些核心强者则是运转神力抵抗住了如此强大的神力威压，并没有出现与序列神那样的伤势。沈大神斩见状，双目之中满溢着鲜红的血丝，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怒意，直接可怕的神力冲体内爆发而出，那气势让的穷奇族长这位同等境界的他都是感到一惊。祖龙族的神兽血脉果然高于他们，就算今日牺牲，也要拉你们垫背。大神斩一拳轰出，可怕的神力凝聚而起，巨大的拳影直接洞穿虚空，直至红袍强者，而后者极其的平淡。眼见巨大的拳影越来越近时，袖袍一挥，一股强大的劲风直接席卷而出，对着巨大拳影攻了过去。双方的力量在那撞击之下瞬间爆发出了惊人的爆破声，空间竟是都有着崩塌的迹象。然而就在这碰撞之下，沈大神斩的瞳孔也是急速的收缩，因为刚刚与红袍强者的这一拳对碰之中，自己竟然落入了一些下风。倒退的身影急忙催动神力稳住，然后惊骇地看着眼前的这位神秘强者道：货真价实的四重天位神，果然厉害。不过既然你想要对我们祖龙族赶尽杀绝，我绝不会容忍。说完，沈大神斩便是毫无保留地将自身的所有神力尽数的爆发而开，对着神秘强者便是强大的一掌，再度洞穿虚空，直至后者方位。而这一次的攻势比起之前更强。沈大神斩的这一招，如果对战同等境界的话，或许有着极强的效果，可是对于红袍神秘强者来说，这点力量还是不够。紧接着，神秘强者双手结印，在其眼前的空间上出现了一道红色的六芒星的图案，图案之上隐隐地散发出惊人的能量波动。沈大神斩，不知能否接下我这一招呢？随着六芒星疯狂地旋转着，其中的力量也是越来越恐怖如斯起来。下一刻，六芒星便是直接划过空间，直接与那沈大神斩的全力一掌狠狠地相撞在了一起。然而这一次的对碰，并没有出现刚刚那般被对方摧枯拉朽的击垮，沈大神斩的全力一掌竟是抵挡住了六芒星的攻势。虽然说六芒星依旧在疯狂的旋转，可是还是无法轻易的将其攻破。感受到沈大神斩的这一掌之威，让的红袍强者也是有些哑然。没想到只是半步四重天位神的沈大神斩以全力一击时，竟然能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可怕力量。一般情况下，这一招就算是穷奇族长对面，怕也得忌惮三分。祖龙族的底蕴果然可怕无比，
这一次要不是请了一名4重天位神的神秘强者，恐怕今日灭族的就是穷奇一族了。但是就算沈大神斩的这全力一掌再强大，也无法击垮对方的攻势，毕竟对方乃是货真价实的4重天位神的神奇强者，能够抵挡住这么强大的力量已是非常不错了。到此结束吧。红袍神秘强者的嘴中传出低沉之声，那6芒星的图案微微一闪，紧接着那6芒星竟是出现了裂纹，爆发而开，恐怖的能量直接对着沈大神斩席卷而去，可怕的爆破声在那虚空上响彻起来，恐怖的威能顿时间朝着四方横扫而去，引得空间都被彻底的震裂开来。这就是4重天位神带来的毁灭力量，简直太过可怕了。在如此近距离的轰炸之下，就算是半步4重天位神怕都是的重伤吧。见到这一幕，祖龙族这般的所有神兽之人皆是面露绝望之色。如果说他们的大神斩败了的话，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灭亡了。反观穷奇一族的那些神兽之人，其表情变得精彩起来，个个脸上挂着胜利般的喜悦。你们大神斩今日怕是完蛋了。穷奇族长停下打斗的身躯，面带微笑道：可恶，我与你们拼了！祖龙族的2神斩和3神斩拳头紧紧一握，体内的神力犹如是大海般的磅礴，顿时席卷而开，身后的天位海也是若隐若现的浮现而出，竟然将天位海都召唤出来了，看来你们是要拼死一搏了吗？穷奇族长的眼神微微低沉，毕竟如果他们利用天位海自爆的话，就算是半步4重天位神都得避之锋芒。然而虚空上的爆炸声渐渐消散后，一道痛苦的声音突然传开，一道身影狼狈地倒射而出，最后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之上。待得众神兽之人看清楚坠落的身影时，皆是一脸震惊，因为他们看到了祖龙族的大神斩此刻有着极其严重的伤势，就算是神魂都受到了创伤。那红袍神秘强者竟并没有留手，而是施展了杀招，看来真的想要让祖龙族彻底的从万兽神界中灭族。不过祖龙族的大神斩硬撑着严重的伤势，擦拭了一下自己嘴角的血迹，目光依旧是冷厉地看着对方。但他们都感受到此时大神斩的气息有些微弱了下来，看样子刚刚那股爆炸的威能已经让祖龙族的大神斩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了。他身上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身上满是血迹。红袍神秘其中盯着已经重伤的沈大神斩，露出得意的笑容，沉声道：沈大神斩，你的确很强，竟然在我6芒星的爆炸之下还能不死，仅仅让你重伤，看来祖龙族的神兽防御力很强大嘛。但是不管你的防御力再怎么惊人，今日我说过，你们祖龙族必须灭之。说着，红袍神秘强者的神之威压再度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直接是全方面的压制住了祖龙族的所有神兽之人，使得祖龙族这些神兽之人无法行动，从而导致他们被穷奇一族的那些神兽猛攻而来，直接是爆体身亡，有的是重伤萎靡。看着一个接着一个的祖龙族之人的缓缓倒下，穷奇一族的族长其内心也是越来越高兴。该死，这样下去怕是真的要完蛋了。身受重伤的沈大神斩勉强的站稳脚跟，望着这绝望的一幕，心里犹如刀绞一般的难受。敢伤祖龙族之人，你们穷奇一族怕是活腻了。一道无比威严的声音在远处传开，伴随着天空上绚丽的火海从远到近的急速扩散而开，顿时间这里的温度竟是猛地飞快升高起来，让的一些穷奇一族那些还没反应过来的神兽直接被这道绚丽的火海所吞噬，恐怖的高温直接将其焚烧殆尽。不过有些反应快的则是直接运转神力抵御住了绚丽火焰的吞噬，身影急速暴退而开，惊骇地望着此时突然间出现的大面积火海。火焰，这应该不是神火，但怎么有着如此恐怖的毁灭之力？穷奇族长的眼眸瞬间一凝，因为他看到了火海的尽头处有着一道黑袍男子，手拿锯齿，缓缓在火海中行走而来。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一幕，让的祖龙族以及穷奇一族的所有神兽之人皆是一脸震惊。也就是这样的变故，令得刚刚还在激烈战斗的双方人马都是停止了下来。是萧炎小兄弟，没想到这最后来救场的竟然是白炭带回来的这位男子。虽然对方只要第3序列神的实力，可是就在刚刚，他与一名第2序列神的战斗，竟然完完全全的战胜了后者，并且身上身怀着2道不同的火焰，战斗力极其的惊人。大神斩、2神斩、3神斩，你们没事吧？这时，与萧炎一同赶来的白炭来到了几位神斩身边，关心地问道：无碍，只不过如今的局势非常的不利啊。大神斩也是无奈地摇摇头，想必心里对其也感到了一股绝望之感。这穷奇一族究竟请了什么强者？为何连大神斩都抵不过？白炭也是一脸不敢置信。大神斩乃是半步4重天位神的神奇强者，除了神龙族和圣龙族的那2位族长，怕是不会有第3位神奇强者可以击败他。可是如今击败了大神斩的这位神秘强者，的确是一名货真价实的4重天位神。没想到这万兽神界之中，竟是出现了第3位如此可怕的天位神，还真是不显山不露面啊。随着萧炎的出现之后，便是将目光紧紧盯着不远处的那一道红袍身影之上。那道身影的气息极其的强大，就算是萧炎赶来，他也是无法与之对抗的恐怖存在。而后者的目光同样看着突然出现的萧炎，
片刻之后，一道低沉的声音自他那喉咙间传出：“你是何人？不会是想做一位英雄吧？但以你的实力，怕是连狗熊都做不了啊！”听着红袍强者话中的讽刺和嘲笑赵之意，萧炎也并没有直接回怼，只不过现在的场面，祖龙族是处于被动的状态。毕竟大神斩已经重创，他可是祖龙族目前最强的强者，他落败就代表着祖龙族的顶梁柱已经被打断，接下来就由对方随意的收割了。各位，今日你们既然入侵了祖龙族，还想要将其灭之，那么得要问我答不答应？毕竟这祖龙族，我答应祖龙前辈，一定要将其守护好。萧炎那声音不是很大，但是传入他们耳朵之中的时候，竟是犹如是雷霆炸响一般，因为他们听到了萧炎口中所说的祖龙前辈。难道说这叫萧炎的小友与祖龙族的祖龙相识，或者说他见到过祖龙？大神斩，想必你们还不知道萧炎兄与祖龙大人的关系吧？说来话长，等过了这场危机，我便与你们好好说一下萧炎兄与祖龙大人的关系。白炭在大家震惊无比时，仿佛只有他知晓了萧炎刚刚所说的话中意思。闻言，几位祖龙族的大神斩都是露出非常疑惑好奇的目光，打量着火海中的萧炎，心里也有着诸多的想法悄然而起。难道说这萧炎小兄弟与祖龙大人有着一些渊源？此时不仅是祖龙族这般的神兽之人震惊恋恋，就算穷奇一族以及那红袍强者都是微微一惊。祖龙不是已经陨落数百万年之久了吗？眼前这位黑袍男子也不过100岁，难道他口中所说的祖龙前辈就是祖龙大人吗？虽然他们的内心极为的震惊，但是表面上则是没有给表现出来，因为现在的局面才是目前最重要的。小子，今日我就让你见到，不管是做英雄还是狗熊，都不好做。红袍强者发出低沉之声，显然对于萧炎的出现也并没有放在眼里。一个小小的序列神，而且还是第3序列神，就想要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怕不是拿一根筋搭错了？而不远处的穷奇族长也是大笑起来，没想到祖龙族的生死存亡，竟然需要一个外人来拯救。虽然说这拯救毫无意义，但你的胆量，我是有些佩服。明知道这是一场死局，你竟然还敢做这炮灰，你觉得值吗？萧炎闻言冷冷一笑道：“实不知我说了算，而你说了不算。”见到萧炎如此直接的简单回答，穷奇族长也是阴沉下来道：“牙尖嘴利的小子，要不是看在你身上拥有如此霸道火焰，想必对于火道的造诣也是极其之高的话，我早就不与你废话了。但你竟然不知好歹，那么就不要怪我将你击杀。”说完最后一字落下时，穷奇族长体内的可怕神力顿时席卷而开，就算是拥有3重天位神实力的一些神斩，都感到了一股令他们忌惮的神之威压。穷奇族长，你的神力修为的确比我高出许多许多，如果我与你比拼神力的话，我自然不是你的对手。还有刚刚你们的行动已经表明了要祖龙族在万兽神界除名，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会让其发生？答应过祖龙前辈，我会拼尽一切的去守护，要除名的应该是你们才对。萧炎的语气也是越来越重，显然这些穷奇一族的做法已经触及到了他的底线。既然对方如此心狠手辣，那么就加倍奉还吧。守护？你拿什么守护？凭你这第3序列神的实力吗？见到萧炎这无知的样子，穷奇族长都感到有些无语，而祖龙族的那些神兽之人也是这般想着。明明只有第3序列神的实力，为何有着如此的勇气？萧炎小兄弟，一个人怕是不敌对手，我们去帮他。说着，大神斩以及2神斩、3神斩刚欲踏出一步，就被白炭拦住了，然后说道：“几位神斩，你们就在这里静观其变。刚刚萧炎兄已经传音给我，说是他自有办法，让你们放心。”听着白炭这么一说，几位神斩的眼神都泛起了一道金芒。自有办法？难道他是想到这里时，几位神斩的面容都渐渐地变得震撼起来。他们或许已经猜到萧炎接下来要做什么。猪龙剑，他想要猪龙剑的力量压制住对方的神兽血脉，令得无法施展全盛时期的力量。只是这办法虽好，可是他还只是第3序列神，真的能够将猪龙剑的威力释放到极致吗？或许很多神兽之人觉得萧炎有些蠢，可是在那位红袍强者看来，这萧炎竟然让他都有点捉摸不透了。明明实力比他们都要低很多，为何会出现在这绝对优势阵容下，依旧是从容不迫的姿态，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情绪波动？难道说这小子真的有什么底牌不成？不过一位第3序列神能有什么强大的底牌？红袍强者开始对萧炎有些不同层面的分析，最后也是没有准确的分析答案。唯有一点的是，他竟然对萧炎有着一丝隐隐的心悸之感。这种心悸他也不好说。诸位，今日你们穷奇一族怕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了。萧炎说话间，周身的火海尽数收入体内，原本炙热的温度也是随着火海的消失而恢复到了正常。在场的所有神兽之人见到萧炎这诡异的一幕，实属吸了一口凉气。然而就在他们呼吸瞬间，便是见到了萧炎的手中竟是出现了一道散发出无比可怕的剑气，随之一道巨大的剑光将穷奇一族的神兽之人全部笼罩而下。剑光极为的耀眼，一时间竟然被照射得睁不开眼睛，并且随着那其上的剑气释放间，他们隐隐感到体内发生了异样。就连还在得意洋洋的穷奇族长，其眼神都是一变。对于体内的异常，他可是极为的敏感，并且也是认出了萧炎此时手中所出现的那道巨剑，双眼微微一眯，脸上顿时震惊了起来，惊呼道：“那是猪龙剑！”什么猪龙剑？
听得穷奇族长此话一出，顿时让在场的所有穷奇一族的神兽之人彻底的惊骇起来，甚至有些已经化身神兽身躯的强者，更是令其身躯一颤。因为如果只要将神兽血脉彻底的激发，对于来自朱龙剑的威压更加的猛烈明显。朱龙剑的出现，也瞬间让原本胜券在握的穷奇一族顿时热开了锅一般，震惊骇然的目光直直的望着虚空上的萧炎。显然，对于朱龙剑的威力，他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毕竟朱龙剑就是压制他们万兽神界所有神兽血脉的神器。没想到竟然是朱龙剑，难怪你那么自信，这就是你的底牌了吧？红袍强者双手抱胸，穷奇一族都是惊骇中，唯有这位神秘强者依旧镇定自若。听到红袍强者出声，那些穷奇一族也是在惊骇之中回过神来，也是恢复到了刚刚胜券在握的姿态，心想着，虽然你的朱龙剑很强大，可是萧炎也只有第3序列神的实力，怕是无法将朱龙剑的可怕威力全部施展，这也让他们有了信心。